上个星期的3月5号，也就是两会开幕的第二天啊，中国和菲律宾啊，在南沙群岛的仁爱礁海域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啊。说冲突可能稍稍有一点夸张啊，实际上是一艘中国的海警船跟菲律宾的海警船啊，在海上发生了剐蹭交通事故啊。当然，这场交通事故也跟双方各自的野蛮驾驶有关啊。紧接着，就中国的2艘海警船啊，对菲律宾的一个补给船开始开水炮。那水炮打过去之后，其实威力很大，一下子把那玻璃就全给干碎了啊，导致了4名菲律宾的船员受伤啊。这场冲突啊，当时还是引起了一些国际媒体不大不小的关注啊。但是因为正赶上两会的召开，新闻也比较多，我们当时就没有来得及来讲。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啊，围绕着仁爱礁海域啊，中国和菲律宾双方斗法的故事啊。其实这个斗法的时间啊，已经持续了25年，直到现在呢，也没有看到眉目啊。那么未来到底是结局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仁爱礁的故事啊。话说3月5号这一天的凌晨呢，在仁爱礁海域啊，一下子出现了4艘菲律宾的船，其中有2艘是菲律宾的海警船，体积也比较大，还有2艘呢是补给船，都是体积比较小啊。这4艘船呢是前一天夜里，他们分别从菲律宾的2个港口出发的，航行1整夜才能到仁爱礁附近啊。他们出发之后啊，6个小时左右就被中国的海军发现了，天上直升飞机就发现了。虽然说他们是在晚上航行啊，紧接着中国的一些海警船就开始尾随他们。那么菲律宾的这2艘海警船呢，到天刚亮的时候啊，就跟2艘补给船在海上的一个暗礁附近啊汇合了。汇合之后，他们编队就准备开往仁爱礁。仁爱礁这个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浅滩暗礁嘛，叫低潮高地嘛。但在1999年的时候，菲律宾有一艘军舰在这地方坐滩。坐滩之后，当时中国就抗议啊，说你的军舰不能在这坐滩呢，这是中国的地方啊，要求菲律宾把这艘船拖走。菲律宾就一直没有拖走啊，没有拖走啊，现在当然也拖不走了。这艘船呢，风吹日晒，在海中间风化啊，实际上已经快垮塌了，快解体了啊。25年过去了，本来就是一艘2战期间美国造的一艘的军舰啊，所以呢，那么现在这个军舰上一直就有7到12名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上队员在那驻守。他们驻守的目的啊，就是想宣示菲律宾对仁爱礁的主权。那个船上挂了一个菲律宾的国旗，哎，他们天天在那地方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在那种宣示主权。其实有点类似于中国早期啊，在南沙群岛建的那些高脚屋，只不过它是一艘军舰嘛啊。那么中国就希望这个军舰赶紧解体，你解体了之后，你破碎了，你这些人在这地方没办法生存了，中国好顺势彻底占领仁爱礁，这是中国的打算。而菲律宾呢，就希望一直维持着这艘军舰的存在，只要这个军舰存在，菲律宾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这驻守，就表明菲律宾对仁爱礁形成了事实占领。那么双方的斗法就在这个仁爱礁这个地方已经搞了25年。那么由于这有7到1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那个破旧的军舰上嘛，那么每隔1到2个月，菲律宾就必须给这个仁爱礁做一次补给。这补给呢，一般就是补给船运过去啊，要么是水啊，要么吃的一些蔬菜啊、食物啊。那么中方呢，这些年啊，实际上对他们人道主义的救援啊，或者补给啊，基本上是有拦，但是呢，拦的不是那么激烈啊。就是你要彻底不给的话怎么办呢？那么这些人饿死了是吧？好出问题啊。所以呢，实际上双方每隔1、2个月啊，基本上就围绕这个补给船呢，会打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啊。所以我就说，其实中国和菲律宾在海上的斗法就有点像大姨妈，每隔1、2个月来一次啊。但是这一次啊，情况不太一样，就是菲律宾呢，他其实派了2艘海警船护送2艘补给船，那过去这动静就比较大了啊。而且中国担心什么呢？担心菲律宾呢，
就是这个补给船里不仅仅运水和食物，而且还悄悄咪咪运的一些什么水泥啊、什么沙子啊，到那种加固这艘船。如果把这艘船加固了，它以后再也不解体了，那中国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中国毕竟不可能拿炮直接给它击沉了嘛。所以中国对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基本上是希望你只送水和食物，这没问题，你要扩大规模就不行。但是从过去的1年多以来啊，菲律宾呢，实际上每次的补给过程中，经常会派海警船一起跟随，不但派海警船跟随啊，还搞一些 CNN 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跟着啊，然后在海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海警船跟菲律宾的海警船互相追逐斗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剐蹭啊，都被国际媒体给拍摄了下来啊。We have a very good view of a large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You can see it written on the side of the vessel, and it is currently steaming, I would say maybe 2 stone throws away from this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ship. And that's not all. Look over to the starboard side here. There is another Chinese Coast Guard ship right here. 这就是最近1、2年来围绕着仁爱礁海域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冲突啊。3月5号这一天啊，当这4艘船冲到了仁爱礁海域附近的时候，中国立刻就出现了14艘船。这14艘船里头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的海警，另外一部分就是中国的海上民兵。说是海上民兵，其实就是海警下属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因为中国现在哪还有民兵呢？只不过这样的组织出面的时候呢，给人感觉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民兵嘛，民兵都是老百姓自发的组织嘛，其实都是海警船自己控制的啊。这14艘船吨位也比较大，然后船的体积也比较大，立刻就冲向菲律宾的这4艘船。第一个想法就把它拦住，你不要往仁爱礁这边去。那么中国的那个海警船跟菲律宾的海警船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拦住它的航道。就拦着，双方的过程中间就发生了剐蹭嘛。剐蹭的时候，菲律宾的那些海警赶紧就往那里头扔那个垫子、那个圈啊，希望这2艘船碰的时候啊，不要碰得太紧，是吧？不要碰得太严重。双方都拿着摄像机在那拍，都拍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视频啊。后来事后，菲律宾还公布了很多中国海警的那些人员的照片呢，非常清晰，非常近，都是双方事先用摄像机都拍好的啊。然后紧接着中国的海警的措施呢，就是冲进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4艘船的编队，把他的海警船和他的补给船给它分开，因为那补给船的吨位非常小啊，有50吨、100吨，那么菲律宾的海警的吨位啊也不小啊，2、3千吨呢，把它分开了之后，单独对付这些补给船就容易了嘛啊，就分开之后，中国的2艘海警船立刻对菲律宾的这个补给船用水炮进行攻击。现在水炮啊都是各国海警的最常用的武器啊！你别看这水炮，实际上力量很大啊。那个菲律宾的补给船，那个水炮打过去之后，立刻玻璃就全碎了，导致4个人受伤。这个补给船没有办法了，人员受伤了，船体也破坏了啊，于是他就拉回去了。回去之后，那个菲律宾的一个将军是中将嘛，然后在岸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指责中国说非常危险的动作啊，对菲律宾的补给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结果另外一艘补给船呢，据菲律宾自己报道，就在非常大的中国的海警船中间一个急转弯，船小好掉头嘛，就转回去，就冲到了仁爱礁那个地方，成功的到达了仁爱礁那个坐滩在浅滩上的菲律宾的军舰旁边，给他们实施了补给啊，又是一次成功的补给了啊。那么整个3月5号这场冲突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问了啊，那么仁爱礁到底是属于谁的？菲律宾和中国啊，围绕着仁爱礁这场冲突啊，未来的结局到底是什么？会是什么啊？首先我们要讲啊，其实仁爱礁这个地方是一个低潮高地。所谓低潮高地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如果涨潮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全都是一片大海，然后潮落下的时候呢，有一点浅滩落到海面。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像仁爱礁这个地方，无论中国还是菲律宾，你都没有办法主张权利、主张主权。但是菲律宾说这是我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啊，但是在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你也不能主张主权，是吧？但是呢，南海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低潮高地，比如中国的黄岩岛啊，包括现在中国已经这个吹沙建岛的什么美济礁、楚碧礁都是如此，也包括现在争夺的仁爱礁。
如果它就是一个浅滩的话，其实也简单了。但是关键是南海这个地方啊，它这些浅滩呢，它都长个儿，因为它是珊瑚岛嘛，珊瑚不断的生存死亡，它们的骨骼就变成了这些珊瑚岛。所以现在虽然不能主张主权，将来它就可以主张主权。它一旦长成岛了呢，变成一个大岛了呢，那么对于无人岛，那谁来主张呢？就先占原则，谁先占领就是谁的。其实围绕着南海的这些所有的岛礁啊，现在这些浅滩的争夺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大家可能都不是着眼于现在，而是着眼于50年、100年、200年以后，这个地方变成了真实的岛，那是谁的主权呢？那我现在占着，那就是我的了嘛。所以中国和菲律宾围绕着仁爱礁的争夺啊，其实道理就在于此啊。那么跳开仁爱礁来看啊，那关于整个南海诸岛的这个冲突，大家都知道，中国跟越南、跟菲律宾，这之间啊都有非常复杂的主权冲突。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着仁爱礁也把这事儿讲一讲啊。其实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啊，中国历史上一直主张这都是自己的领土啊。但是在当年的中华民国啊，实际上他倒也没有多少能力来管这些地方啊。所以呢，其实西沙群岛最早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被法国占领了，因为法国当时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嘛，越南成了它的殖民地，于是呢，同时在海上进行扩张，所以上个世纪30年代，他首先占领了西沙群岛。后来等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帝国就崛起了。日本崛起了之后呢，他在海上扩张，首先占领了东沙群岛，然后又占领了西沙群岛，就把法国人赶走了。因为法国当时跟这个日本人打仗，那也是一触即溃啊，包括英国是吧？然后呢，同时日本又把南沙群岛也都占领了，那么日本就形成了事实上对整个南海诸岛的占领。那么紧接着到了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这个无条件投降。那么决定日本命运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岛公告，是吧？那么中国作为战胜国啊，获得了战胜国的权益。所谓战胜国的权益是什么呢？台湾和澎湖列岛回归中国。那么当时啊，这南海诸岛在日本的管辖下是归台湾的高雄县管的，就整个南海诸岛。那么后来啊，那当时受降的时候呢，那么日本不投降了，8月15号投降了，到8月23号，那么驻扎在南海太平岛上西沙群岛的这个日军呢，就自己主动撤离到了海南岛，所以他们是在海南岛接受的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那么中方就认为啊，那整个南海诸岛这个地方理所应当的就从日本这个地方接手过来了嘛。所以194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啊就派了4艘军舰去接收南海诸岛。这4艘军舰有太平舰、永兴舰、什么中叶舰，还有一艘什么舰啊？这4艘军舰啊。4艘军舰的时候呢，11月份首先开到了西沙群岛，到了永兴岛，他们就把永兴岛命名为就是永兴岛，因为它是永兴舰的名字嘛啊。然后呢，又继续往南沙群岛开到了南沙群岛的时候呢，就是太平岛，还有一个叫中叶岛，这2个岛的名字也是用2艘军舰的名义命名的。这岛上都安放了中华民国的海疆的这个主权碑。这是中华民国对这个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当年话说啊，实际上菲律宾对南海诸岛是没有什么主权要求的，因为菲律宾当年是美国的这么殖民地嘛。那美国殖民地有3个条约划分了它的这个海上疆土啊，都没有涉及到南海诸岛。那么当时法国不一样，法国啊，在1945年之后啊，他觉得这个西沙群岛还是他的，因为当年是日本人从他手上抢的。所以当时在旧金山合约谈的时候啊，一开始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南沙群岛和这个西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啊，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这本来就归高雄县管嘛，我们既然把整个台湾都收回来了，那这天经地义，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就都归台湾管嘛，也就是归中华民国管嘛。但是到1951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个旧金山合约的时候规定啊，说日本永久放弃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但是在南沙群岛这个地方，只是说他放弃了主权，没有说归还给中国。据说事后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法国找到了美国，说你不能说归还中国了，我们还要呢，啊，所以美国就含含糊糊的旧金山合约里头就没有提到南海诸岛到底是给
归还中华民国，还是怎么着，就没提主权归属问题。而事实上，1947年的时候啊，当时的法国政府啊，就把西沙群岛给占了，因为当时中华民国啊，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占领整个西沙群岛。西沙群岛的岛礁很多啊，那么他就只占了永兴岛。永兴岛呢，剩下的其他的什么珊瑚岛啊、银泉、这个甘泉岛都被法国占领了。这西沙群岛我去过啊，分为这个永乐群礁，还有一个宣德群礁啊。经过2天1夜的航行，海岛调查队的船队终于到达西沙群岛海域。大家看到身后的这个岛呢，叫做甘泉岛，渔民把它称之为圆岛，因为从空中来看，它的形状是一个非常规则的圆形。又因为岛上有一口非常著名的水井，所以说它也被称之为甘泉岛。西沙群岛非常漂亮，我当时上那个珊瑚岛，还有那个甘泉岛的时候，那岛上还有那当年的就是越南人建的碉堡，哈哈，那我们当时还看的那个痕迹还在啊。结果呢，法国人1947年占领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只是抗议了半天，其实实际上法国也不理他啊，法国就形成了对西沙群岛的事实上占领，同时也占领了南沙群岛的7个岛，这是当时的现状啊。那么后来国共不就内战吗？内战打的时候，那国民党就更没有能力保护这西沙和南沙的权益了。后来1950年的时候，那么中共占领海南岛，那么结果呢，国民党当时守军撤退啊，撤退的时候就把永兴岛的守军一并都撤走了，也就是说永兴岛他也不守了啊。那么永兴岛当时弃防了，但是当时法国政府不知道，因为当时那西沙群岛每个岛和每个岛离得还挺远的啊。所以法国政府也不知道这个永兴岛没人了，那么一直到1956年，中共才派人占领了永兴岛，也就是永兴岛就成了中共在西沙群岛唯一占领的一个岛，其他的岛全是法国人占领的。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啊，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呢？就是1974年。1974年，当时啊，那法国不是占领了越南吗？越南后来就独立了吗？独立了之后，越南政府就宣布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啊。结果后来越南分裂成了南越和北越，北越呢跟中共搞在一起，南越呢是跟美国搞在一起啊。结果南北越之间就发生了内战，内战的过程中，紧接着南越就不行了。到7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啊，中共一看到南越不行的时候，也是趁人之危啊。在南越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中共就跟北越讲，他说我们替你们也收拾一下南越政府。于是就发生了著名的西沙海战。中共呢就把整个西沙群岛上的南越的军队全部给消灭了，因为当时啊，南越政府马上垮台在即啊，那么树倒猢狲散，那个他肯定也那个西沙群岛管不了了吗？中国就趁势收复了整个西沙。当然你说收复也好，占领也好，总而言之，西沙群岛从此1974年以后就彻底被中国占领了。那么北越统一了越南之后呢，哑巴吃黄连，希望也宣称西沙群岛是他的，但是呢，那中共已经完成了事实占领啊。这是西沙群岛，中国实际上是占了一点点便宜啊，恢复了一点所谓的叫胜利者的权益啊。但是呢，中国当时也是文革期间嘛，对海上的权益也没那么重视啊，也国内瞎搞啊，对南沙群岛是鞭长莫及。南沙群岛这个地方不是太平岛是国民党占领的吗？就国民党退走到台湾之后，离台湾本岛有3000公里啊，他自己也没有太大的能力来管这个地方。本来在南沙群岛好几个岛屿都驻军，比如说中业岛啊什么之类的，有马欢岛有驻军。结果一场台风来的时候啊，这国民党的守军，这国军一看不好，就全都撤到了太平岛上。结果等到台风过后，再去到中业岛的时候，发现中业岛上来了新主人，谁呢？菲律宾。所以菲律宾从70年代开始啊，才对南沙诸岛啊开始提出自己的主权要求。趁着国共内战双方无力对南沙群岛实现这个有效管理的过程中间，他们一共在南沙群岛占领了7个岛屿。这就是南沙后来菲律宾进入到南沙的一个现状。等到80年代，中国的国力啊稍微恢复了一些啊，重新也想进入到南沙群岛的时候，发现整个南沙群岛将近30个岛屿啊被4方瓜分了。马来西亚占领几个岛，越南占的最多，占了20几个，菲律宾占了7个，然后国民党呢政府呢一共就占了一个困守在南沙的太平岛。整个南沙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岛可以占了。那怎么办呢？你要想在南沙
这个行使主权也好啊，要保持存在也好，怎么办呢？于是中共就决定在南沙开始占领岛礁，就没有岛了，我占领礁。这礁就是像美济礁啊、储璧礁啊，什么当时永暑礁啊、什么华阳礁啊，就这些礁盘呢，落潮的时候石头就出来了，虽然不大，但是你能看见陆地；涨潮的时候就没有了，1-2米深，是吧？结果就在这地方开始建高脚屋。越南一看中共来了，不干了，双方在1988年就爆发了那个华阳礁的海战。这场海战呢，因为越南当时没打过中国啊，中国就在南沙群岛站稳了脚跟。当时在南沙一共建了7个高脚屋。那一开始的高脚屋非常的简陋啊，就是那铁管子插在那礁盘上，顶上建一个像草房子的一样的建筑物啊。经过了10-20年，慢慢的升级换代啊，这个高脚屋就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啊，然后这个实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啊。再到前几年，那中共就直接在南沙这个诸岛这个地方开始吹沙建岛，美济礁、储璧礁、永暑礁，一共7个礁盘开始大兴土木啊，就把那个泻湖中间的沙子吹起来，直接就开始建陆地。美济礁现在的面积有5.4平方公里，那成了整个南海诸岛中间最大的一片陆地啊。还有那储璧礁也是一样啊。所以中共现在在南沙群岛这个地方，要想体现存在，就只能占领这些所谓的礁盘。但是在礁盘呢，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在国际法上，它不能成为主权的一个存在，因为你是叫低潮高地。所谓低潮高地，就涨潮的时候它没了，它落潮的时候才露出几个石头。无论是黄岩岛，还是储璧礁，还是现在的仁爱礁，全是如此。但是呢，中国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它不是陆地，它将来是啊，它在长个儿啊，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个在曾母暗沙旁边有一个礁叫琼台礁，这琼台礁啊，中国不是那个马航370航班失事的时候，中国的船也到那边去搜寻吗？搜寻的过程中，路过琼台礁的时候，看到琼台礁看着水上漏了一点就这样的一个石头啊，中国的那些队员就往那里扔的椰子壳。几年过去之后，琼台礁那些椰子壳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了。那你想想，你长得郁郁葱葱了，过几年这个地方不就可以建高脚屋了吗？所以就是南海的争议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些所谓的低潮高地啊，它都是在长个的，过几年它可能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岛。那怎么办？那就是现在得预先得抢下来啊。当年黄岩岛的时候，中国和菲律宾就开始抢来抢去啊！1999年的时候，菲律宾搞这个军舰坐滩，不仅仅在仁爱礁坐滩呢，在黄岩岛那个地方也坐滩了，结果被中国给驱离出去了啊！驱离出去之后，在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那个地方搞了一场对峙，有那个所谓的那个礁盘呢，中间都有个泻湖，当时的菲律宾有一艘他们的海警船就冲进泻湖里头不出来了，中国的海警就把这泻湖的口给封死了。封死了之后，你要不要出去？反正你外面的补给船进不来了。最后菲律宾的船坚持不住了，最后从那个口啊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中国的渔民、海上民兵了，就把那个黄岩岛的那个泻湖口彻底给占领了。从此，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黄岩岛事实上就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其实美济礁也是一样，美济礁最早也是中国和菲律宾争议的。争议的过程中间，慢慢的就被中国全部给占领了。所以菲律宾现在看着仁爱礁也变成这个局面了，那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保持着对仁爱礁的占领，这就是今天仁爱礁的这样一个局面啊。要我说啊，围绕着仁爱礁的争议也好，包括南海诸岛的争议也好啊，这里头我自己的看法有2点。第一点，实际上就是中国能不能在南海恢复所谓的战胜国权益的问题。如果中国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内战啊，没有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打内战，其实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顺势全部占领，应该说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就是因为国共内战，导致了对南海诸岛的占领啊，形同虚设，导致了后来越南、菲律宾相继在南沙群岛形成了事实占领。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确实是过去的现实。那么中共在80年代以后重新进入到南海诸岛，就是希望能够恢复所谓的战胜者权益。但是恢复这些战胜者的权益呢，又没有岛可占了，于是就想占领礁盘，这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围绕着仁爱礁这样的礁盘啊，这次这个争议啊，虽然菲律宾有一艘所谓的坐滩的军舰在那上面，从未来的长远的这个争议的角度来看啊，我个人觉得中国可能在仁爱礁的这个礁盘的争夺上还是会占上风，最终菲律宾可能还是支持不下去，因为对这些礁盘的争夺啊，无非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力的体现。你想想，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海上争夺的过程中，它不可能占上风，所以菲律宾只能诉诸什么呢？诉诸国际法庭，诉诸这个美国对它的支持。但是其实只要这个烈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菲律宾实际上很难避免这些礁盘被中国适时占领的局面。你像黄岩岛，中国哪怕不在那里有吹沙建岛，那让这个黄岩岛慢慢长，最终长起来变成岛的时候，中国也会形成对黄岩岛的实时占领。这个仁爱礁，只要是这艘船，它将来不能坚固的把它重新建成一个这个海上的基地，它早晚有一天会解体嘛。那么解体之后，菲律宾的这些海上这个自卫队的这些队员啊，一旦要是在这里头不能存在了，那么中国会迅速对仁爱礁实行封锁，实行事实占领。那么一旦如此，那菲律宾对仁爱礁的这个海域的控制呢，也就彻底失去了。在我看来，未来的局面大概率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